两只大熊猫远赴美国这件看似单纯的动物交流小事儿，和即将到来的中美高层元首会晤，其实有着微妙的关联。4月24号，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官宣，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幸与福双将入住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这条官宣的消息的发布时机绝非随意安排，距离美方敲定的5月中旬高层访华行程仅剩不到3周时间，巧合背后大有深意。大家好，我是谢飞，欢迎来到今天的谢飞观察。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次这个大熊猫合作的背后有哪些故事啊？亚特兰大动物园呢和中方的渊源应该说是由来已久啊。在1999年的时候，大熊猫伦伦、洋洋啊就从这个成都远赴亚特兰大。在当地呢是生活了25年之久啊，多年间呢，他们这个先后繁育了5胎7只幼崽，创下了中美乃至中国与欧美国家大熊猫跨国繁育合作的一个最佳纪录。在2024年秋天啊，原有的租借合同到期了嘛，那这批大熊猫呢就陆续回国了。美国呢一度陷入了本土没有大熊猫可供民众观赏的这么一个局面。那在此之前呢，华盛顿啊、孟菲斯啊、圣地哥等等这个多家的动物园的这个租借大熊猫啊，也早已先后的归国。那如今呢，新一轮的10年期的熊猫合作敲定，在近年大熊猫的这个跨国合作的项目里边，属于这个周期很长的一个合作协议。那中方此举态度明确啊，这场熊猫交流它不是一个短期的噱头、一锤子买卖，而是为中美双边关系长期稳定发展埋下了一个善意的伏笔。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处处就透着这个外交考量。美方高层呢原本计划3月底访华，受中东局势冲突影响推迟行程。3月26号，白宫正式官宣访华行程的调整至5月14号到15号。中方的这个外交部也同步回应。双方的相关的这个沟通工作一直在有序的推进。就在中美双方紧锣密鼓的筹备这场时隔9年的重要访华活动之际，大熊猫赴美消息呢率先对外公布。那这显然不是偶然呢，而是精心谋划的外交预热。这个大熊猫它就自带亲民软萌的一个特质，对吧？那它不涉及意识形态对立，也不会触碰各类的敏感政治议题，却能轻松地撬动美国普通民众对中国的好感。那么这个亚特兰大呢，作为美国南方的核心城市，曾经也是主办奥运会的这个城市，那还是CNN 总部所在地，选址此处开展新一轮的这个熊猫合作，舆论传播和民间的造势的优势应该说是得天独厚。但是必须认清，两只大熊猫再受欢迎，它也化解不了中美之间日积月累的这个深层的矛盾。如今这个中美关系和9年前那次高层会晤时呢，早已经截然不同了。那么当年的美方诉求十分单一核心就是缩小对华贸易的逆差希望中国多进口美国商品。彼时呢，中国还是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两国呢一口气签下了2535亿美元经贸大单。那双方各取所需，局面融洽。9年过去了，两国呢乃至全球的经贸格局呢早已经翻天覆地了。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美国商品的贸易逆差创下了1240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那9亿和1782亿美元。那中国虽然仍是美国贸易逆差来源国之一，但早已不是美方唯一关注焦点了。现如今呢，美方诉求早已经从单纯的多买美国大豆升级为关税博弈，是吧？科技封锁、供应链安全、关键矿产管控等等多重的领域的这种角力。那么，尤其是中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这个新3样和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崛起，竞争力大幅提升，让美国的这个焦虑从贸易赤字延伸到了全球产业主导权的一个争夺之上。那么当下呢，这个全球的整体的安全局势正迎来一个全方位深层次的一个重构的调整。中东呢持续不断的武装冲突
这个持续消耗着美国大量的这个军事兵力装备以及后勤的资源。而我们看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航运的通行安全，更是一度成为了牵动全球能源与海上贸易的一个核心的矛盾点。那除此以外美国海军自身如今也深陷这个发展困局，现役主力舰艇老化这个问题日益突出，大批的老旧舰船不得不提前退役，而新舰艇的这个建造工期呢，一再的延误，新旧舰艇衔接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断层。那整体的海上作战部署能力呢，也就持续的承压，和美国海军的这个窘境形成鲜明对比的什么呢？就是中国海军近些年的这个舰艇列装的速度稳居全球的前列，发展势头十分的迅猛。单单的在2025年一年，我国就下水了28艘的主力作战战舰。那这些新舰的总吨位就突破了35万吨，这个体量规模，那直接比肩法国海军所有的现役舰艇的总吨位的总和。反观呢，同一时期的美国仅下水了2艘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总吨位呢仅有2.5万吨左右。那双方的这个海军的造舰实力的差距，那就肉眼可见。你看，一增一减一升一降之下呢，美国想要独自守住全球的这个海上的霸权维持一家独大的海上的战略优势，需要付出的代价和战略成本已经是越来越高，早已经是力不从心。也正因为如此，那么此次的美方的高层访华行程的经贸合作谈判绝非是唯一核心的议题，安全领域的这种各项的磋商，那同样是重中之重，那就被牢牢地列入了核心谈判的议程。双方呢将这个重点磋商中东局势后续维稳处置方案、台海地区的风险防控管控举措，以及呢整个的亚太区域的这个战略格局平衡等等关键核心的安全问题。好了，感谢收看今天的谢飞观察，希望各位的点赞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